当地时间3月3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的主导下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跨海连线与会。会议主题聚焦俄乌局势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但台湾问题却悄然成为了另外一个欲盖弥彰的焦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近日对媒体表示，一旦台海开战，澳会向台湾提供军火，武装民进党当局。2月26日，美国派出约翰逊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给台海局势再添波澜。对此，外交部回应指出，如果美方试图以此向中方恫吓施压的话，我们要正告美方，在14亿多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城面前，任何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这套把戏，还是留给那些迷信霸权的人看吧。第一，表明美国对台海地区形势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乌克兰局势而降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美国是有余力，同时既关注乌克兰局势，也关注台海局势。美国有这样的影响力和这样的军事实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想示范的第二个信号。第三个就是安抚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受到了惊吓的台湾当局，告诉台湾当局有美国的支持，可以放心。美日澳印四方机制对于台湾表达出的所谓关心，对民进党当局而言可谓正中下怀。要知道，就在1天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刚刚向拜登政府派来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发愿，称希望台湾未来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美代表团则允诺会将赖清德的意见带回美国讨论。美国它现在以台制华打台湾牌，有比较清晰的几个趋势吧，或者说几个思路，现在看得出来。一个就是把台湾议题纳入到这个它构建的这个反华的安全链，或者叫第一岛链啊，就是从地区安全构建到第一岛链，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它所构建的这个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里面，把台湾议题纳入到这个安全对话的这个内容或者框架里面，这个能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赖清德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是看到了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里面，还有在他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里面，台湾作为这个战略棋子，它的地位正在被重视。所以赖清德提这个，我觉得他有这个就是配合迎合美国印太战略、安全战略需求的这么一个用意在。在蓬佩奥窜访台湾之前，3月1号，美前参联会主席马伦也率领跨党派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去了台湾。赖清德在跟马伦等人见面的时候，提出希望台湾未来加入四方安全对话。马伦则表示对这个意见，代表团将会带回美国讨论。民进党为什么要往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当中钻？美方会接受吗？李先生，这个整个来讲，就是说台湾要加入美国、日本、这个印度、澳洲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这是绝无可能。提出来呢，只会让人家耻笑你没有水准。那么美国人讲说带回美国美国研究，这是因为礼貌，不好意思当场说你实在很愚蠢的问题吧，他不能这样讲，所以带回去研究是给你一个下台阶。所以呢，我们很纳闷的就是说，蔡英文为什么不提这个？是蔡英文知道这个题目荒谬无知嘛？所以是他叫赖清德提，还是他没讲是赖清德自以为聪明提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呢，整个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呢，整个这个蔡英文赖清德这个政府呢，他的确是对这个整个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国际情势呢，并不了解。那么这样带领台湾，的确是非常危险。如果民进党为了谋取选票而进行谋独冒险的话，大陆的反独促统工作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刘先生，大陆方面很清楚，两岸的最终完全统一，最好是要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和平必须要建立在两岸双方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那么台湾方面，民进党当局企图利用两岸经贸关系去推动台独，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独立绝对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它是综合实力的问题。
他最重要面对的是武力的问题。中国政府一定会用武力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方面是有战略性安排，大家一定要支持两岸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继续的交流合作往来，让两岸人民更加体面地生活在一起。美政府派来的这个窜访团由多名前官员组成，其中安全方面的前官员居多，甚至包括美国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弗卢努瓦。弗卢努瓦还被视为下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一些台媒就此开始大做文章，指美政府派来这些成员是有意帮台湾强化安保，引得岛内网友痛批美国此举是又想点火来催保护费。眼看着绿营上演大内宣戏码，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连忙出面降温，强调该团是非官方性质。另有报道指出，该窜访团是临时组队，而绿媒渲染的访台意义也就此烟消云散。其实，拜登政府选在此时派出窜访团，背后还有一层意思。从时间安排上可见端倪，拜登派团窜访台湾的时间是3月1日和2日，而此前高调张扬窜访台湾的蓬佩奥，其时间则是3月2日到5日。两拨人马前脚接后脚，其实各怀鬼胎。有岛内人士分析认为，拜登抢先一步派人来，明显是想压制蓬佩奥，以其拉升支持率。无论是拜登政府派这个高级的且安全事务的这些比较高端人士的访问团来台湾，或者是蓬佩奥以个人的身份来台湾，其实它背后所凸显的都是一个美国政坛、美国的这些势力希望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拉高反中国、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力度和声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台湾当局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做得很高调，实际上他是想向岛内的民众、向台湾的社会来宣称他获得了美国支持他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对抗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中向岛内来传输这种他能够抗中保台他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想释放这样一个信息。上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展开为期4天的访台行程，不仅遭遇岛内民间团体集结抗议，又赶上了全台大停电，原定的网络直播也取消了。有台媒就讽刺说全台在停电当中迎接蓬佩奥，也许不只是一个隐喻。黎先生，蓬佩奥此行遭遇的一系列尴尬，岛内民众怎么看？首先呢，蓬佩奥来台湾呢，这次可以说是乘兴而来，但是我觉得他是扫兴而归。到机场看到是有人欢迎，结果叫的是什么？骂他战争贩子。他从酒店到蔡英文办公室，没有想到因为停电，所以耗资故障，结果他的车陷在车阵里面去。后来安全人员很紧张安全人员很紧张，因为一陷过，人家看这是谁呀，所以有些骑车在路边过就会看。那看了后，他们有一个感觉，看的眼光并不友善，可能是鄙夷的眼光，所以安全人员很紧张。当然不是他不可能暗杀他了，但是怕什么？侮辱性攻击。什么叫侮辱性攻击？给他吐口水那这个是不是很不事情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受了一场虚惊。结果呢，到了这个蔡英文办公室呢，觉得网络要直播他这个风光的一面，结果因为停电的关系，网络断电，所以他也没有那这个时候后来他整个呢来就是说整个在这边就参加这个远景基金会的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呢，他给了这$25,000。那通常这个$25,000是讲2个小时的，最少1个小时2个小时，结果他只讲20分钟。蓬佩奥毕竟已经是卸任官员，蔡当局如此卑躬屈膝，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刘先生，在对抗大陆方面，民进党现在是有点饥不择食。其实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他们就认为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就跟蓬佩奥这些臭名昭著的政客相互取暖。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心虚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蓬佩奥到台湾去，带了一拨人过去，实际上就是骗钱，骗取民进党当局的一些经费上的一些支持。他个人在台湾讲的一些话，可以说是信口雌黄。
他自己在任内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所谓的承认台湾给台湾所谓的外交承认，他都没有做，他都不去做，甚至还自相矛盾在说他们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所以显然滕克耀这类人就是一个政治骗子。即便退一万步，他哪天当上了美国的领导人，他能够兑现他的空头支票吗？我是不相信的。他不能意气用事，这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那么台湾当局又敢接招吗？我也看不到他们接这种招的这种现实的可行性，甚至到时候他们躲都来不及，因为这会直接颠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对台湾造成无法挽回的这种伤害。